嗨，hello 啊！今天我到这个月薪环球港来月薪环球港就记得嘛，有点像威尼斯，长得有点像威尼斯一样的这个大商场啊。这个就是月薪公司的老板，就以前做家具的，在这里把所有的钱都砸在这里，做了一个大型的像城市一样的商场。月薪环球港，我相信很多上海人都知道。为什么要来呢？今天我要采访一个台商，也是我同学的朋友，然后呢，来看看他现在做的怎么样。我也想知道他们现在这个经营的状况。现在呢，在这个环球港上面呢，他们是做餐饮的嘛，台湾的小吃啊，我想看看他们做的怎么样。这个环球港这个商场还是挺棒的，看上去也是挺干净的，巨大的商场。人呢，我看好像今天不是很多，今天也不是周末，免得到时候有些观众要说了，哎呀，不是周末，你又唱衰什么上海啊什么什么的。我可没有唱衰上海，人还好，不算多也不算少，还不错吧。现在的上海的商场，我都觉得就是挺棒的，挺好看的，而且这个月薪环球港就开了好多时候了。这里竟然还有一个苹果，看看苹果的人啊，跟以前没得比了。现在人数少了很多了。这个商场呢很漂亮。我呢要去的一个地方呢是在商场的顶上，他们很有想法。商场的顶上把这些就是商场的这个天顶那边那个顶上啊，把它做成了一个有点像儿童乐园，不像儿童乐园，就有很多小店、小食摊，还有一个表演中心的一个地方。租金呢是很便宜的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商场不转型也是不行的，因为商场里面其实是没什么人的，反而就是说这种，小摊小贩啊那种，那反而就是说客人会更多一些，所以商场的顶上啊，反而有时候顶上面还比较热闹一些，在这里啊就不是特别热闹，我感觉啊，你看看啊，这个是无印良品啊，还不是什么名牌店，对吧？人确实也不算多，当然今天也不是周末我没来过，我也不好说，所以我就慢慢的逛一下。你看看上面那些画的那些花，对吧？画的那些东西，是不是跟那个什么威尼斯的感觉很像的？现在这里呢，现在不是一个晚上，也不是人潮汹涌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这种闲人啊，一般不爱来人潮汹涌的时候来逛大商场啊。躺平的人，对吧？总归是求一个清静，对吧？那轻轻的来，不带走一片尘埃。我告诉你。还是很多人翻墙这样，有不少人会看，台湾人很多。我前一段时间去台湾，台湾人很多，就一直在看，算是很早。我是84年去香港84年去香港，那还是很早。现在我在做 YouTube 吧，就有时候就到处拍啊，我在世界各地就拍啊。那你这跳动很大就我现在做这个台，就是那种怎么说呢？你不一定要有什么主题的因为你有没有发现，如果是主题，就会很 weird 这样，对，就会觉得就是你的局限性很小。比如说我做科技类节目，哇靠，那我科技类节目不是自己又不懂，然后做对，然后还要去研究，然后也不是说不懂，你变得很辛苦，但是你很狭小，你知道吗？我懂了，就是你很局限的，很局限，局限。那如果明天没有科技新的东西出来，我靠，那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不知道做什么。开始吗？早就开始了。对，你不要问有没有开始，不然我会紧张的。你根本不用紧张，好吧？因为我们就是随便聊天啊，那你也可以跟他聊天，我们没有关系的。因为毕竟还是上了镜头嘛。
对，不会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开始的时候就这样，哇靠，对着那镜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，紧张的要面瘫。对啊，这个地方是不错的，真的不错的。这就是，但是只有在这个月份才有办法这个样子，就是风有点大，然后吹起来又很凉快。但是会不会就是说，这样造成就是说顾客的吃饭体验不好？不是，就是现在很好。对，大夏天就不好到夏天，哇靠，那大夏天真的是靠意志力的。是啊，我跟你讲一个故事，我们的阿拉城是第一家店，它也是在外面。然后那个时候，阿拉城的第一家店，你就想象这个集装箱的一半，就一半而已，这空间的一半，我们做出餐，然后外面一样是这些外包。哦，你是在那个叫什么那条？对，青山夜市里面，对。其实那里不是台湾街，最早也没有规划台湾街啊，是因为我们进去了，然后我们觉得自己做太单调，那就拉一些朋友进来啊，你可以做点这个啊，做点这个，然后做，大家就觉得青山夜市是个台湾街啊，对。然后隔壁就有一条韩国街，因为有了韩国街，就要有一个台湾街来做个对比，这样子，然后一对比之下，发现哇，这台湾街又脏又臭又乱。然后韩国街又是灯火光明啊，然后又很 fancy 这样子。对，我知道哪里了，我去过了。那个好像最近那个韩国街倒是很热闹哦。对，韩国街是很热，它其实不是最近很热闹，它一直都很热闹。对，一直很热闹啊。对，然后阿拉城是因为阿拉城是业主是谁呢？他的业主是以前老外接的，然后他们把地盘下来之后，他们又没有办法，就是很用心去经营，所以他就要上不上，要下不下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新哥，然后还有那个老大，就是我们的华清的 Robert 哥他们，就是大家都朋友会喜欢聚集在那个位置，然后也是夏天，对，然后就聚着，大家都认为这是台湾人很多台湾人会聚集的地方，然后就变成了台湾夜市，对。但是现在好像也有分散了，好像非常散，因为我们主体就是我们自己品牌的主要超时人，我们现在就只会派1-2个人在那边看，就我们不会常态性在那个位置，那所以就是变成分散到比较多的地方去。那不管吃我们家吃庙口也好，或者是吃别人家的台菜也好，我们就是还是做自己的菜品。那现在你觉得就是说有这么多家，你觉得哪几家做的比较好？这一家做的比较好，还是？其实就是我们做也蛮好玩的。为什么我这样说？因为我们每一家的店型都不一样。对，这一家是其实目前我认为5家店里面，不要去看装修的情况下，这一家店的氛围是最好的。对，那因为我们刚好跟一个猫鼬屋有做异业联合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对，有做异业联合，他们的会员单位其实到我们家用餐，他们也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这样子。那他们因为猫鼬屋是干嘛的？他们是做卡牌的。一开始我觉得是卡牌，说神经病，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是有多厉害这样子？就一问，人家有1000多个活会员。1000多个活会员，就他这样一家店，1000多个活会员，然后他就会给你们带来一些那个，他给我带来非常大的流量，对，然后再来第2点是什么？就是一开始我们看不懂的，真的，他们店干什么看不懂。你就是可能我们还有经历到就是那个游戏王卡，你就把它想象成它是游戏王卡，然后有人在那边对局，然后他还有一张卡要卖20-30万的，对，那他们对我们的产品其实也是能够接受。我们不了解年轻人，我觉得对，真的没办法，很难。所以他们你看像这一群年轻人，他们不喝酒，但他们喝饮料，他们吃饭，他们也吃烧烤、烧鸟这样子。那我们这家店是因为刚好在这个露天环境下，那我们还是要弄一点有氛围的东西出来。那又没有人做台式烧鸟，那我们做看台式烧鸟，试试看台式烧鸟的感觉反响怎么样。其实我认知的烧鸟就是逼格要日式的嘛，对，要日式的，然后逼格要很高，还要有提灯，还要有什么部位专吃怎样，神经病，你就吃一只鸡而已，你搞那么复杂干嘛嘞？是不是？我这样讲就是很简单，讲句难听的，你就是把部位分割出来，全部一起下去烤，你放烤箱它也是烤。对吧？那当然，我们里面可能更讲究一点，好像不同部位刷不同的酱，不同部位有不同的盐烤啦、焗烤啦、酱烤啦。那你其实这价格也还真的是不贵。对，我们包含烧鸟的价格其实也很接地气，就是我们在一直攻克的问题就是接地气。比方你去烧鸟店吃一串鸡腿肉串，你吃下来你可能要18块或者是20块钱。
可是你在我这边吃，你不仅吃得好，还吃得到物超所值，因为你要花20块钱，我是环境简陋了，但是最起码我卖的也不贵，我差不多他一半价，他那120，我卖10块而已。别人牛肉串在日本料理店卖28块钱，我才卖12块钱的，我用的还是好肉，用古式的牛肉，对吧？然后又是澳洲的牛肉，我相信我们用料选料上面不会比别人差，对。那我们怎么落实台湾人精神？台湾人精神就是拼便宜。喜欢贪小便宜，对啊，做餐厅我也喜欢贪小便宜，就是我捡这个部位，这部位便宜，然后呢，客人吃又觉得不错，然后呢，卖的又好，对吧？然后我又能赚钱，客人又能得到更好的反馈。那你来上海多久啊？我其实14年来的上海。哇，好久了。对，我14年来上海，当时候是被骗过来的。为什么？怎么会？蛮好玩的。那时候因为我们家本身自己也做生意，以前我们家是做承包这个空运海运的集装箱。那早期像台湾的五分埔啦，或高雄的这个就是卖衣服的这些商户，他们会来东莞这个地方割货。我们叫割货，就是包含香港也会，就是会来这边批点衣服回去。那批衣服你又不可能一次一个货柜，他们的因为体量少。是这样的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我们集装箱承包之后，我们帮你全部统装到拼箱嘛。对，拼箱之后我帮你运回台湾。对，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有一个产业链的，就是你只要来到比如说东莞这个位置，然后你找我们公司，你只要拿着我们公司的牌子。因为他要登记嘛，你只要拿我们公司的牌子，你去买衣服，你不用先付钱。对，你只要看中了，价格谈好了，你不用先付钱，你就牌子给他，剩下的他就是把他们家的产品拉到我们家来，然后剩下我帮他，你们结款，对，结款弄掉这样子，然后你在台湾给我们付汇，我们在大陆帮你做结款。是这样的。对，以前我们最早家里是做这个，那因为那时候做人少，竞争也少，那时候回到那个年代，应该是在20-30年前。就第一批来大陆工作的这一批黄牛，我们叫黄牛，就是来犁田的。来犁田跟大陆的黄牛不同，对，大陆黄牛是换钱的。对，他就是来犁田的，他也开，就是我爸他们也开，可能出了一个他们自己的道路。那因为当时遍地都机会，对，所以他们做起来也比较顺畅。那14年为什么我来？因为我爸有赚钱嘛，那他有一个当兵的同梯兄弟，同梯就是说，我们是同期进来的弟兄，他们以前是宪兵嘛。他说，因为他们家早期在台湾就是叫北都，那他们做海鲜其实做得很好，因为他们一直都是销往日本，然后之后又是有进沃尔玛啊、商圈啊等等，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更生很久。那为什么我说是被骗呢？其实这个人他不是当家的，他也就是借着家族的名号出来号召，那号召也招到股了。那再加上我爸又跟他是同梯的，那以前我爸是受他们家照顾到，被他骗了。对，也是我爸就算被骗，他也只能说他自己心甘情愿。就那个奶奶还没过世之前，他是对我爸相当好。就是因为那时候早期大家人情社会，对，当兵放假没地方去嘛，来我家住，来我家吃饭，要公吃又公喝又公玩，对吧？那我爸就是早期的人都会带念有这个情分在，所以在他们中间隔了20几年没有联络，我爸已经50几了，他是在40几快将近50的时候才跟他又联系上，因为朋友介绍联系上，然后开了这家海鲜实业公司，其实就是贸易公司。那开了之后，我去之后，我发现是个骗局。那家公司开了第3个月，我回头就跟我爸讲，我说爸，这个公司开不起来了，绝对开不起来，里面人都在乱搞啊。然后你采购东西，那你客人在哪里？你为什么去采购这个产品，对吧？或者是这是你的主要产品，那你的主要客户在哪里？你总得要有一个人来带领这些业务人员，或者是带领公司走向要发展的路线嘛，都没有啊，全部都没有。我爸说，那你如果真不行，那就算了。当时那个公司投了500万，就一个空壳公司，我们投了500万，200万的现银就打进去。那打进去之后，我第一次来上海，我是去了那个金汇路，也就是闵行那个。你也在那边？龙柏，我第一次去，哇，上海就是不一样，金碧辉煌。这个就是大城市的标的。结果第2天我进公司，完全就是两码事情。第2天，他是在上海开的公司。对，第2天我进公司，你知道公司开在哪里？公司那时候开在
西郊国际。西郊国际在哪里呢？在华漕镇。那地方叫华漕镇。我们现在上海市都叫区的，根本就没有镇这么一说的。对。去华漕镇，我说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又有养牛，又有种鸭，又有种树。对，然后他说那里是因为这个我这个贝贝呢，他也是被人家骗了。那因为这个西郊国际的这个董事长就说，我们未来的发展啊，怎么样，当，我们跟光明集团合作，你们进来的产品，我们都可以帮你销售到光明集团，怎么样。噼里啪啦说了一堆，最后都没有实现。之后怎么办？这家公司确实在经营了1年半之后烧光了，黄了，因为都是吃干饭的。那黄了之后呢，我现在就跟着我的这个大哥姓杨，他叫 Frank。那我这大哥他也是拉了我一大把。大家都是台湾人，那时候我自己出来供应货物的时候，我有卖一些他的产品。那时候自己那个公司也黄了，然后自己那又没钱，又不可能回家跟家里人要钱，就赌一口，就是志气问题，就是我们还怎么样，男孩子还是要有点骨气。然后我就跟我现在这个大哥说，那你2014年来差不多10年。对啊，10年，中间还经历3年疫情。对，所以这反正。来上海这个故事实在是很坎坷啊，非常坎坷。对啊。然后最终，因为步入了这个，原本我们就是做海鲜批发嘛。那做海鲜批发到现在，就疫情的关系，海鲜批发不好干，确实是不好干。那每一家批发店也倒了不少。完了，我大哥说你现在既然没事情做，那不然你来店里帮我。做这个饭店，做了，我们从1家店，然后到现在5家店这样。我们今年是预计开10家店，上海地区10家店。那我们也欢迎就是有能力的人来找我们合作。对，那我们其实还是以联营的方式来一起做这家店。那上海是因为我们现在5家店，但是预计是要开到10家的。那这10家店我们都是以小规模的这个餐饮形式去走。那因为什么我们去做小规模？第一个就是回本周期可以快一点，所以哪怕你是1年来打拼啊，但是最起码你不要说要真的搞到1年，那最起码你前3个月你就打拼，对吧？后3个月我们开始实现盈利。对，现在的那个理念跟以前不同了。对，现在的理念就刚才说的嘛，要合算，要有噱头，对吧？要性价比高，对吧？那以前就是说你要高级，现在但是不需要高级了。现在我们的目标是怎么来？我们卖你16块钱的卤肉饭，但是我要让你吃出160块钱的价值。真的，这个是我们的期许，对，这是我们的期许。可是呢，往往呢，客人都是带着我要花20块钱的卤肉饭，然后吃到2000块钱的价值。对，这个大多数客人是这样。那我们尽可能嘛，我们16块钱卤肉饭，我们做出不要说160，我们最起码做出80块钱的感觉给你，对吧？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鲜客饭，我是30块钱的鲜客饭。对。但是最起码我让你感觉这碗饭，如果到其他大饭店换个摆盘模式，它也值个100。这还挺好吃的，这个。对，就是我今天来开这家店，第一我的房租不会高，对吧？那第二我有我自己的朋友圈，是吧？那第三，我的朋友圈也喜欢我的菜，我的产品，对吧？那又有一些小型的氛围，因为有时候餐厅不一定是靠环境来感动人，有时候是人来感动人。像我的店，就是以我为主，对吧？因为毕竟我朋友来的多，比如说新哥，新哥来了，喝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用问你实际真的想喝什么，其实就是要那个感觉而已，因为我们有熟悉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还是看投资人。像阿飞，你来了差不多10年了嘛？对。那如果是说，因为很多台湾的一些青年朋友就想也来国内发展、大陆发展，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啊，或者说值不值得来，还是说现阶段再待在台湾会比较好？这个我们说到台湾本土的问题，我建议台湾的年轻人需要出来走走，不要老是在井底里面。以前我讲这句话很重。讲这句话很重，可是呢，我说实话，我以前是在公家机关上班的，我在云林北港镇区公所里面，我在里面上班。是公务员？对，我以前是公务员。可是，在公务员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是做着铁饭碗的生意，你可以一辈子都这样。可是你不拼一拼，你怎么知道你后面有没有其他的出路呢？
那我们北港的地方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大型经济发展的地方。你去台北，台北就已经饱和了；你去台中，台中固有的也就那样。你不出去闯，你怎么知道你未来路是怎样？那我们为什么要出来闯？我出来闯，最起码我还有个家在台湾嘛，对吧？不管我闯得好，闯不好，我最起码我最终我还是可以回家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说做一些什么作奸犯科的事情啊，叫你出去抢劫啦、诈骗集团，节目还是很对吧？我们很正面，我们不希望你们去干这事情，而且毕竟还是老乡缘分在。但是我还是建议年轻人出来走，就是我所谓的年轻人，包含我这个岁数的，对吧？其实我们这岁数很尴尬，不过也很辛苦啊。你出来到上海来闯，我觉得前几年那个机会还不错，现在机会真的很难了。可是也是看大家所做的职业是什么嘛。对啊，对啊，像我们是又没读书啦，对吧？然后又没有一技之长啊。有啦有啦，我们一技之长就是吹牛逼嘛。就是打个比方啊，我们一技之长是吹牛逼，用。那你这个饭店他来，你等于说早上就要来准备了。对，以前就还没有请到那么多能干的小朋友之前，就是也是。都是自己早上来啊，备料啊等等的。那其实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享受的。为什么很热，很冷？但是我是享受的，因为很解压。我在切菜的时候我很解压，对吧？那我在煮饭的，其实真的煮菜是会让你就是释放压力。每一个人不太一样，就有的人他喝酒会释放压力，就看有没有喜欢这个行业，那倒是真的。那我们做饭是我很解压，一个是我很解压，第二个就是。我可以专注的做这个事情，不受外界而打扰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。那我当我这碗饭端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看你吃的很开心，我其实很开心的。谢谢。就是可能你心里是因为想着别的事情而开心，不是因为吃这碗饭开心，但我也是会觉得开心啊。最起码你把它吃完，对吧？对。第一不浪费，第二，这个我做的菜你是能接受的。那我觉得价格还可以，价格是不贵的，真的不贵的。你要点很多小吃呢，它这里都有。只是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做这一行很难做嘛，我就觉得很难做。当然行都是有状元的嘛，你又不可能说，打个比方好了，我们现在说餐饮行业很难，其实它不是只有餐饮行业难，然后就是每一个行业都很难。但问题是每一个行业里面它还是有赚钱的。那倒也是，那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自己道不行就怪路不平，很多店都关门了，对吧？对。那这里是不是有很多空着？那里都有人。那你现在都开着了是吧？那里开着啊，但是他们晚上你如果有空，你看一下就大概会知道我。所以基本上隔壁几家要眼红我们家的生意的。对，好像晚上上次我来了嘛，来过。这边好像没有什么，对，他们也舍不得孩子啊，那就是人明明知道没人，炭我也不生嘛。对，但是我们是不管有没有人，就最基础的我还是要有，要不然你靠什么营生呢？对吧？而且你这里人手真不少。我这里人手1、2、3、4，4个，教我5个，但是这里的招商也是很垃圾，真的。但问题是到了夏天或者到了冬天，你现在的实际得要弥补上冬天跟夏天的那种，因为你冬天跟夏天肯定是不好嘛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进场吗？就是因为这个招商很可恶，非常可恶。那时候我们不是这一排集装箱，那个冬天你有来嘛？他说啊，隔壁我们已经招好了，这我的两边都招好了，说都已经说好了，然后人家合同也签了。就进来说只有我一家在营业，然后他是迫不得已才让我说啊，要不然你用一下隔壁的集装箱或楼上，因为人家不营业，你请人家来营业，人家也不愿意营业。后来就是说这个是还有那个你也都用到，但是那个你用，其实我用不太到。对，那你就是给面子啊，好啦，你说要用哦，我用个刨冰室。对啊，其实我做不做无所谓的，就是对我。因为来这里基本上都是坐在外面比较舒服。对，就是你到了冬天夏天，你就会觉得只有室内好。对。那问题是你其实这里夏天你做室内更湿。为什么？我现在那间开着哦。冷气也开着哦。冷气也开着。你等下进去，你进去感受一下，我为什么说坐里面更湿？这是集装箱吸热的体质。它不会凉快的。你2台冷气同时打，你还是感觉里面是温的。那这个以前好像没有吧？好像我以前就停车场。
哦，以前这里是停车场啊。对，以前这里是停车场。然后呢，那个老板不知道什么思维，就觉得既然那么大片空地，我还是要收点租金。哦，对，哇，老板这个是我不知道。这老板太，这个老板也是很节俭的老板，非常节俭。他这就是月薪家居的老板嘛。对，也是做家居。对啊，月薪家居，月薪环球港。那个时候，这个老板就是说，好像把所有的身家都投来这个环球港啊。对，这里几百亿的。对，那好厉害的，不多。他这个不知道回本没有嘞？肯定没回本。他十几年了，你想多了。对，10几年。但是我估计啊，投了几百亿也不是，他只是拿他的身家去做抵押而已。啊，那肯定，那肯定是要有杠杆的，不然的话，造不起来这么大一个建筑。真正也说实话，就是这也是人家厉害的地方。但是现在做商场都亏啊。因为其实很多人做，就是我前一阵子我跟一个大华第一房的这个基金老板聊过这事情。他也跟我们说，他说其实大部分的这些商圈型的，有点类似这种百货型老板，他们其实就是我这个地方招商招满了，然后运营的 OK 了，我就卖掉。他们其实最终求还是我就卖掉。他们就是为了卖掉的。对，他是为了卖掉而来经营它，而不是为了经营而经营它。这就两个区别性还是蛮大的。对，就好比上市那个股票上市，对，然后为了上市，然后为了就把它卖掉。可是他们的思维也是没有毛病啊，在这个钱卷钱的年代里面，你不去赚钱，那不然你是做慈善嘛，对吧？对，但是你真正的经营这个商场好难啊。因为我记得以前这里好像是没有那么多东西的，现在好像弄得好像就是忽然之间多出来一个地方。对，忽然之间多出来一个地方，然后他就是这个我一定要 diss 一下他们老板，我必须 diss。我们这一个铺子，就光冬天的时间点，他们3个老板每一个人都得经过，都要讲2句。为什么？我就很想问候一下他，你是真的吃饱太闲没事干，对吧？你那么多的人手，你那么多的主管，你就不能让他们去安排，让他们去规划吗？你就这么不信任他们吗？他们要讲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讲什么呢？先是你这个招牌不行，太 low 炮了。妈的，你拆我招牌，我说实话，我其实是有火的，这个是犯我的忌，这是原则问题。你拆我招牌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犯我忌，然后二来说你那个，那你招牌不是挺好的吗？没有怎么。对，他说不，你羊肉卤肉饭看起来就很 low 炮。意思就是这样，反正就是很土啦。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：红有2种红，一种叫做全红，一种叫黑红，对不对？我黑红不行吗？我黑红也是红啊，我不能红吗？可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莫名其妙。那你管他人家做生意做得出来就 OK 啊。对啊，那你要的效果不就是我能做，我能制造营业额吗？对吧？那你又说你这个不能摆出来。当时我们还有那个砂锅嘛，我们做羊肉卤有砂锅嘛。他说你那砂锅，我们大老板，他就说我们老板，他们都说我们老板，他不会讲我是大老板、二老板、三老板。我老板讲那个什么，那个砂锅不能放出来啊，这不好看啊，什么的。你们那个羊肉卤，然后重点来了，这招商也是很贱逼，真的很贱逼。他觉得好吃，他说我羊肉卤我真的不做了。他开始问，你为什么羊肉卤不做了？你是你叫我不要弄，然后你现在又问我说我不做，你这不是犯贱吗？我操！我真的是这个，我真的带脏字骂他，绝对没毛病的，绝对没毛病，我必须 diss 他。当时我真气到我连歌词我都写好了，他妈弄一段庙口嘻哈给他看。当然就是也是过去了，那现在弄烧鸟，他们也觉得也可行了。对吧？就是我这样子，这个是我最没办法去理解的事情，就是我做的业态，既然是你不喜欢的，那你就不要招嘛，对吧？但是问题是他这个场地其实就是不要做太高级的，对那个，所以他自己的定位他自己不清晰，对，他自己不清晰呢，然后又要来怪商户没有办法配合他，我就说这老板脑子有问题，因为他之所以要造这么一个环境，就是因为要迎合现在的经济环境嘛，那你不要造得太高级，你造成像5星级饭店一样的这么大的这种吃的饭店，那他就没有必要来做这个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现在做的不是挺好？他
它反而是其他2家就基本上没什么生意。这里我要第2个 diss 给他。哦，我们为什么现在是有氛围、有人气的？因为我们自己在用力啊。我就想问一下你，环球港，我讲一个环球港的活动给你听，我他妈真是笑了啊！我们圣诞节进场的时候跟我们讲说，哦，我们其他商铺都招满了。OK， 我圣诞节进场的时候，商铺是招满，他们营业了吗？不营业啊。对，他们是不营业的。OK， 再来，圣诞节紧挨着元旦，圣诞节给你弄一个俄罗斯 DJ， 给你放 DJ 啊，然后一群年轻人在上面跳舞啦，然后做一些不三不四的一些，不要说不三不四，你就感觉他就是来凑场的活动啊。对，还有什么相声演员？你相声演员这么冷的天，谁来听你在楼上唱相声？对，唱歌，不要说相声，你就上面演奏也没人代听对吧？你这个活动就是跟你现在现场都是背道而驰的。那你不去想一个对的活动，你又不舍得孩子，然后你又套不到了，然后就做得很不上不下，然后元旦最扯，老年合唱团啊，老年合唱团，老年班底的这个交响乐然后再来元宵节，我记得最清楚元宵节，他说哦，我们当时的活动是他这样上次跟我们讲，我们老板一直说活动我们一定主力还是在5楼，到了元宵节那天。活动放到1楼，为什么？因为5楼太冷了。对，他5楼他上不来。老板你自己讲的话，你就自己你都不能为自己买单，那你讲这话干鸡毛呢？对吧？然后他的活动是干嘛？搓汤圆。我需要你一个老年人来上面搓汤圆吗？我不需要搓汤圆。对，我不需要你来搓汤圆，我自己搓汤圆我不香吗？我还需要你来搓汤圆。那么小孩子唱歌也受不了啊，但是我也觉得太吵了，坐在这里。对，这个没关系，我觉得说最起码它是一个有意义性的活动，因为每次都搞那种没有意义性的活动，还有上一次的活动，我还是要 diss 一下他妈的 fuck， 我真的要骂。他请了一团蒙古的什么 anyway 就是蒙古来的对，专车包了蒙古来的，弄了一头牛，给民众免费吃。然后拉着那一头牛开始逛那个环球港，真的、我就想问，那头牛是神牛吗？是有什么信仰宗教吗？那个逛环球港就是在下面，就在下面，从下面开始绕，然后绕到5楼来这样子。What for? I don't know. I don't get it. 那好奇怪，就是非常 weird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头牛已经被烤到已经烤好了你不赶快吃，你在那边逛。然后再敬牛，反正只是感觉好像在搞什么宗教仪式这样子对，那你就干脆拜天公算了嘛，你杀一头猪，杀一头羊，然后就对着天上拜，拜完现场烤，那不是感觉更好？对，那我就觉得很傻逼，然后到现在还在联播，就之后前一阵子还在联播，我就一直在看这个。然后当下我们其实是在这边，我们做我们的事情，然后他们那里有活动嘛，然后很多民众就上来，请问那个免费牛肉在你们这边吃吗？烤牛肉是在你们这边？我说不是，你要一直往前走，然后所有的客人知道这里有免费吃的，那谁还来餐厅吃饭呢？你做这个活动不就是在打我们的脸吗？所以他们做这个活动的本意是好的，可是问题是你做这个活动的方式是错的。对吧？我就觉得是不要说是错的，就是有问题的。我认为是非常有问题。你是把人引到了楼上来，可是问题是你引上来这些人，他没有复购能力，他没有消费，那你引这些人上来干嘛？现在的人不都是说不想消费嘛，都不肯消费嘛。对，那其实你不肯消费也没关系，我们也不会去赶你们嘛。对不对？但是你最起码你要让商户知道你做这个事情是对商户是有益的，而不是我就弄得很热闹，然后没了。他们很会做的地方就像放烟火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我点了，然后放出去，妈2炮没了。然后这烟火还不够绚丽，这烟火就像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放过烟火？我放过，就是有那种100连发啦，200连发，然后还有隔空烟火，隔空烟火有那种很大颗的，它里面是一颗烟火弹，然后打出去很绚丽那一种，就一下子嘛，你就把它想象它是100连发的，只放1发，然后嘣没了。作为商户，我觉得很可惜的地方就是环球港它的底质很好，照理来说这个地方很好的，
对，就是说它的位置啊什么都很好，对啊，但是就是他没做好。没做好。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本来的 level 太高，你知道吗？它本来的就定义的层次太高，我觉得定义的层次太高，现在就变成不高不上去就，不高不就。可是你回头去看他楼下的品牌，没有大品牌 ，LV、GUCCI 没有，没有，好像没有 Prada 没有是吧？所以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定义为更高的商圈。OK， 他只能算是平价商圈，可是他只能算平价商圈。比如说我们说大品牌是没有入驻的，它都是平价品牌来入驻。那我们说大品牌是第一个，它是奢侈品。对。那它没有奢侈品在里面，它没有 LV 也没有 Prada， 什么都没有。对，然后它楼下卖的表还是近年来兴起的表，你又不像 Rolex， 对吧？对我有个 Rolex， 我有一个那个斐利，我有一个江诗丹顿，对吧？打个比方，我卖表的，或者我卖眼镜的，然后它是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些连锁品牌，那就算它有连锁品牌，它也是平价的，所以他们的出发点我认为没有毛病，可是他们的装修，他们的这些，那你感觉很高级嘛？让你感觉非常高级，但是你实实际下去，你就溜达了一圈，你才发现是它装修很高级，但是它里面的不是奢侈品。对，你看，如果你去逛国金，对，国金人家就是那肯定不一样，一线的大牌，当然不一样。对，可是确实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走平价没有毛病，只是你会给人家感觉，好像很冲突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它这个停车费可能挺高的，好像16块1个小时。对，好像16块。那么我问你，如果我要上来吃你这一顿卤肉饭，你想想看，我首先就得16块停车费，你这一碗饭才30块。没有，我一碗饭才12块。啊，对，不止那你是最便宜的那个，对，还不止一个它的停车费。对啊，对，但其实我认为，就是它的停车费的收费确实不合理。因为已经不是以前了，以前是在市区都是20块钱收费嘛，对，也1个小时20块钱，但现在你要吸引更多的客人来，就你必须降价，很简单。哪怕他牺牲他的就是车位的收益来营造商户们的收益，对，那你就可以变相性的从其实他赚的更多了，对，从商户上，所以我就一直在说，这个老板他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，是一直都是这个样。因为这个，如果你牺牲了停车场的收益，你商户你就好了嘛，其实你就商户就好了嘛。但是我一直认为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的老板他好像看不到这个动作后面的效益在哪里，他有他自己的主见，而且他主观意识非常重。所以他的底下的人员，我认为啊，我没有参加过他们会议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认为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更新的 idea 或者更新的这些营销模式。当然，环球港给我们条件也是很好，但是你要想，你给我们条件好，我们有没有付出我们该付出的东西？我们也付出了。在你没有人进场的时候，我们来帮你扛这个旗啊！我们快半年才开始真正看到营收上来。所以你前面都在干嘛？前面我们自己在扎根，自己在导流量上来。台湾的年轻人或者是老年人，不要去劝台湾的年轻人不要出来，你应该劝台湾年轻人多出来，多看。那你要记住，台湾最后它都是你的家，不管最后两岸是否统一，台湾都是你的家。你最终你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，对吧？那你觉得来大陆还算安全吗？我敢跟你100%的保证一件事情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大陆安全。我敢跟你保证这事情。这倒是真的。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在台湾开不开枪？台湾绝对开枪了。台湾有没有抢劫？有。台湾有没有小偷？有，对吧？你到欧洲，你到那个美国那个地方去看一下，你时不时你搞不好你都有生命危险。这是我们先说，大陆是最安全的一个地方。但是我敢说第二个事情，大陆是最多白目的地方，因为没有黑暗势力去统治这些去教训这些人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打假，才会有这么多就是你感觉不合理但又合理的事情发生，又存在的，既不合理，然后呢还又存在。在台湾，但凡你一个打假出现在我们政治里，你出现2次就不会出现第3次，因为你已经被我们搞到不行。当然，这是我自己的肺腑之言，我们已经在
大陆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也看了大陆从早期的样子到现在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也知道台湾的样子到现在这个样子。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台湾之外的台湾年轻人，你看到台湾的问题就是，但凡国民党有一个好的政策出来，或者是民进党有一个好的政策出来，或其他党派它有一个政策出来，你都是要多数服从少数。是。那你就不怕它形成一个排斥吗？或者是一个挤压？打比方，我们现在是3个人，对吧？我们有3个党派，现在我多1个人，你们不管你们说什么意见，说什么想要执行的事情，但凡跟我没有利害关系的，我都可以否决你们，因为我有2票，你们都只有1票。对吧？或者你们2个可以串通起来，我们打平手。是的。就因为一直在卷，一直在对抗，所以台湾就这么大，那么多党派在做对抗，那台湾民众就是每天看你们新闻报道，不是立法委员在打架，要不就是在干架的路上，再不然就是吵架。你什么时候能够坐下来，好好的说说台湾未来的走势，台湾怎么走，民众接下来还有他的未来，还有这些年轻人去处是应该去哪里，或应该他们何以为家？我都把台湾当作是我家，我不会把台湾当作是我要打拼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台湾，我不知道我要在台湾打拼什么。我回台湾，我可能一辈子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当然，我回台湾我也可以做一个餐饮啊，或者我回台湾再做一些公务员的事情。可是这不是我要的。但大部分年轻人太多的小确幸。台湾死也死在这一点上，因为你太过容易知足，所以你没有野心。我其实在问我自己，我也不想去反驳他们，因为他们认为的台湾好就是大家就是国家安定，国民安康，对，兴盛繁荣。你只要但凡愿意干个活，你就有饭吃，这个就叫小确幸。小确幸。我的野心不是为了1个月领那3万4万的台币耶。我是为了可能能不能年收入破100万，然后我有我自己的一番事业，这是我要的。对，那你出来是闯天下，我们是为了你是来奋斗的，对吗？那我觉得没有错，确实。那我们出来了之后，我能不能造就就业机会？我可以造就就业机会，我可以给更多年轻人机会。我愿不愿意培养他们？我也愿意培养他们。但凡我有一番事业存在的时候。还是很有意义的啊！这次我来跟他聊一下，我都觉得，你还真的是知道他们的想法，就是台湾人是怎么样在这里大陆，对吧？创业的。飞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个给我啊！那香港人啊？你好啊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出环球港了，出去了，然后今天就是。没想到他非常会聊啊，随便聊一些啊。环球港也很多摆地摊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了，下一次见。